乐华娱乐旗下艺人周艺轩和陈梦瑶的恋情，可以说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。从一开始官宣时，因为粉丝的反对，陈梦瑶亲自下场 battle 引发热议，到后来二人频频同框秀恩爱，之后又一起直播带货，这段恋情才开始慢慢被粉丝接受并被祝福。最近两人一起参与了综艺节目的录制，更多情侣相处的瞬间被放大，甜蜜的恋爱羡煞旁人，当然希望他们结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就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，周艺轩也是将求婚提上了日程。不过这个求婚策划可谓是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，想给女友惊喜，却用力过猛，险些搞砸了。节目中，周艺轩因为想给女友对比感，所以在求婚的前一天，因为一件小事故意激怒陈梦瑶，让其情绪爆发。面对女友的哭诉，其他嘉宾的劝解，不但不解释，甚至还雪上加霜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直到女友生气离场，面对其他嘉宾的一脸问号，周艺轩才说出实情。然而得知真相的其他嘉宾也是纷纷摇头，更是直呼你傻呀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脑回路呢？这一幕看的屏幕前的一众观众也是直言，这是什么直男脑回路，不建议学习。这就是打一巴掌给个糖吃嘛，这样的糖虽然甜，但估计也很难吃吧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也真的确实有很多这样神奇的脑回路，先冷落再给惊喜。想问一下，这样真的能惊喜到吗？最后知道玩脱了的周艺轩跟女友化解了误会，同时也向大家道歉。在其他嘉宾的嬉笑打闹下，这场争吵也完美化解了。而且从放出来的婚纱照来看，二人真的挺相配的。陈梦瑶也说自己准备好了，看来二人真的是好事将近啦。不过说到结婚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周艺轩、陈梦瑶的这段恋情还是收获了很多祝福，比如乐华的老板杜华，还有他们的圈内好友，同为 UNIQ 组合成员的王一博，也是以 VCR 的方式送上了求婚的祝福，希望求婚能够成功，也祝福轩哥和瑶瑶姐能幸福开心。王一博的惊喜现身，也让一众网友对其喊话伴郎请就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 UNIQ 本来就是很多人的意难平，如果真的能在婚礼上等到一个合体，相信也会是很多人的也亲回吧。影片无名中有一个梁朝伟在监狱内等人的镜头反复闪现，他吸烟、踱步、坐下、脚尖点地，看似相差无几的镜头，却因为一个细微差别，让观众在领会到电影的节奏感的同时，敬佩与导演沟通全局的能力。如果顺序描述一下电影情节中梁朝伟、王一博这方的情节线索是这样的：梁朝伟扮演的何主任放走了江疏影扮演的江小姐，江小姐给了何主任一份日本在沪要人录，汪精卫死后，大鹏扮演的唐部长代替国民党和日本人和谈，梁朝伟为了破坏和谈，派黄磊扮演的张先生安排人杀了日本公爵消息来源日本在沪要人录，杀害公爵的码头暴露，张先生投降，潜伏的何主任接洽，为了保护周迅扮演的陈小姐和其他组织成员，何主任杀了张先生，何主任暴露撕开之前，和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商定更深层的潜伏，叶先生一步步取得了森博之扮演的杜布的信任，叶先生去抓捕何主任，二人激烈打斗，抓捕何主任，杜布给叶先生看了满洲军事防备图，叶先生被委任主任，抗战胜利，叶先生和杜布一起被捕，杜布要回家乡种地，叶先生切腹杜布。导演打乱了这个时间线，让故事以另一种更加激活感觉、更加坚固表现的顺序出现在观众面前。梁朝伟等待在监狱内的那幕戏，虽然在影片中几次出现，但是他焦急等待的状态中，在杜布给叶先生看了满洲军事防备图后，皮鞋点地，哒的一声，像是某种一锤定音。如果王一博是一支弩箭，我们知道这哒的一声就是机皇一扣好，随时可以发出致命一击了。也是在这一瞬间，剧情在观众的心中豁然贯通，梁朝伟和王一博的传承已经完成。在身份暴露后，梁朝伟知道自己这株大树迟早倒下，在他倒下之前，用力把自己做成一张弓，要射出最锋利的箭。王一博想通了这一点，我们再来看剧情，方才知晓，原来一切早已埋下伏笔。战争对于被侵略的人民和土地是残酷的，但是对于战争投机者，却是他们荒谬的幸运。比如森博之扮演的杜布本身是一个农民，但是在他们侵犯的国家里，却可以成为沾满血腥的特务头子。不过虽然他残忍、冷酷，做到高官的职位，也要受他本身见识和智力的局限。这是侵略者的荒谬，也是反抗者的机会。袖剑的准备
梁朝伟和王一博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，杜布嘴巴很碎，满腹牢骚，会和中国人抱怨东条，抱怨他们自己的战争策略，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讨论自己的战争策略，这城府也真的是没水了。然后呢，大鹏扮演的唐部长和梁朝伟扮演的何主任，明显不是很给这位面子，他们像那个面对不喜欢又不得不合作的同事的你一样，时常忍不住要刺一句，比如杜布为江小姐惋惜的时候，何主任那一大段讽刺的台词，还有杜布说我真的要切腹了，唐部长说你不会的，真正切腹的人不会说出来，而杜布的智商停留在听得懂反驳不出的区间，所以想来也是边门的。叶先生就不同了，叶先生对杜布甚至是恭顺的，何主任不吃日本食物，叶先生可以陪杜布吃日本食物，叶先生日常我也不饮酒，但是可以陪杜布小酌到面色妥然，尤其是汪精卫去世那个时间节点之后，我没有被团结的价值，轻易便让杜布觉得自己取得了叶先生的依赖。从杜布的角度看，叶先生杀伐果断有利用的价值，叶先生年轻狠厉，是后来的激进者有可利用的可能，叶先生对自己颇为依赖恭顺亲信。而更微妙之处，叶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，这也要感谢王一博的形象和他的表演。他英俊、苍白、寡言、冷俏，在最后和战损时，眼底清冷冷的，微润的下三白向上一扫，隐约一种楚楚气质浮现，被看的人真的会忍不住做些什么来回应这种依赖。杜布高谈阔论满洲的坚固，叶先生似个戏又不忍逆着他说的样子说希望如此。杜布立刻去拿了满洲军事防备图给叶先生看，努力去浮掉叶先生眼睛里那一点点不幸。他狂妄地说，必然如此。酒醉的局中人不知道，但是屏幕外的观众看得出叶先生兴奋的喉头颤动，但是他刻意做出不急不缓的样子去看地图，他记下来关键信息，兴奋地和杜布说五运长久。杜布昏昏然的就这么把自己后路断了。可以说，在抗战胜利之前，叶先生投其所好的取得了杜布的信任。那么在抗战胜利之时，卡车上那场戏，则是何主任和叶先生合演了又一出大戏，帮叶先生加深了这场信任。这时候虽然日本战败了，但是杜布的被优待甚至被任用的可能，一方面作为地下党，叶先生需要继续跟进获取情报，另一方面作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中国人，叶先生也不会允许杜布全身而退，所以他需要取得更深层的信任。叶先生和何主任都是懂人心的，起码非常了解杜布。抗战胜利，杜布作为阶下囚，看到被释放的何主任，他是仇视敌对的，他不能忍受输了这个结果。这个时候，叶先生开始挑衅何主任，当叶先生做出枪击动作的时候，何主任终于忍不住暴起，冲上卡车来撕扯叶先生。这里王一博演的真的太好了，他轻佻的向后一躲，然后欣赏士兵们和梁朝伟的撕扯，他得意而恶意的看着这一切，何主任失控狼狈。这时候杜布得意大笑，叶先生取得了终极信任，他和何主任演了一出杜布最想看的戏。他们知道对愚蠢而罪恶的人，碎了他内心的是你接近他的捷径，他们做到了。梁朝伟通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打斗，一场狼狈的谢幕演出，把叶先生送到了杜布的内心核心，就像弓射出了他最后的一支箭。监狱大门关上后，何主任脸上若有似无的欣慰，和前文我们提到的皮鞋哒的一声，分别是给这场大戏标记了两个重要时间节点，也沟通了观众在看电影中积累的线索。袖箭的致命一击，最后是这支箭发出最后一击的时刻。程耳是很细节化的导演，在监狱盥洗室，杜布尚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叶先生慢慢的看杜布一眼，问你怎么还抽上烟了？这个姿态真的有些过于亲密了。于是杜布仍然认为这是依赖他的亲信，是等待他给予出路的一条路走到黑的人，放心的交代讲关于聘用日军官的机密，然后开始絮絮说自己的退役任，全然觉察不到对方已经萌生杀机，直到他要脱下军装，王一博说你等一下的时候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此时竟然是稳的。一方面我们可以说，这是他早就把杜布看作他的掌中物，早动手一会晚动手一会是没有区别的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叶先生有太多的情绪需要释放，尤其是他动脖子的那一下，宛如眼镜蛇直立起来，杜布已经在他的攻击范围，但是杜布不只是猎物，也是仇敌。几年潜伏，为了取得深层的信任，他双手不可避免沾染过同胞的血，与毒蛇共舞，还要虚与委蛇，这些恨意都需要被压抑、被裹藏，是今年腐蚀人的毒。
这些仇恨在此刻被释放出来，让叶先生这个人显现出一种薄和锋利。观影的当时，我觉得他此刻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民族复仇的人，让侵略者穿着他作恶的军装被切腹，是成而替当时的4万人发出的声音。有时候会惊叹导演的奇思和完成这奇思的能力，也会惊叹演员的表现力，像是梁朝伟皮鞋搭的一下沟通了前后剧情，顿时觉得无名其实是2个人的史诗，是民族危亡时刻的牺牲和传承。据说贾樟柯导演给无名取的英文名字是袖剑，真的是再好不过。